自从那个没边界感的女人闯进了我的家，我每一天都像生活在噩梦中。我和老公的2年婚姻原本平静和谐，直到那天老公的妹妹突然搬到了我家里来。本以为并没有什么，但她的举动越来越奇怪，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边界感。她从来都不出家门，也不自己做饭，甚至吃饭都要我老公喂。每次我老公回家的时候，她竟然要我老公抱她，在我面前做着亲昵的动作，完全不在意我是不是在一旁看着。老公出门的时候，她还会拉着老公不让他走。我老公走过后，她竟然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。每个细节都在无声地诉说我才是那个局外人。我终于忍不住地和老公说起了这些，可老公的反应更像是和稀泥，说他还小。最让我忍无可忍的是今晚，他不但要和我们一起睡觉，甚至总是要挤在了我们中间。我实在是忍受不了，直接搬到了客厅。我的世界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中分崩离析，一种无人诉说的遗弃和恐惧席卷全身。我要拔掉生活里的这根刺，谁也阻止不了我。医院的走廊上，我如同丢失了灵魂的躯壳，真相如同一道刺眼的光。老公的妹妹或许从未存在，而那个小小的生命是我心灵最深处爱与恐惧的结合，更是对所有人的警示。关注产后心理健康，因为忽视它的代价可能是无法想象的。你见到我的巧克力了吗？朦胧之中，我听到一个声音在问我，什么巧克力啊？我迷迷糊糊地回应了一句，此言一出，其余的人瞬间如临大敌，而我也骤然清醒，绝对不可以回答他关于巧克力的任何问题。我是一名职业的理疗护理师，通常是护理一些久卧病床的老人或者残疾人。那天经理跟我讲，有一个护理地点急需人手，工资还是现在的3倍，但有要求是在那边住5天。我听到丰厚的薪酬后，不免有些动心，便想继续询问具体的护理情况。因为是紧急调度，经理只知道需要身体素质好、话比较少的人，具体的护理内容去了才知道。一番思索后，我便答应了下来。等我到地方的时候，已经快到晚上了。一个身材壮硕的胖女人正在门口等我。当我拿着行李走近她时，她也在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神中有些许古怪的神色。沉默片刻，她才终于对我说起了这次的工作内容。我们的工作内容非常简单，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就是在这5天里去陪护一个病人就可以。病人的名字她也不知道，大家都管她叫巧克力姐。随后又强调着说，这个外号只能心里知道，不能说出来。另外啊，你在护理期间做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就是不能提巧克力这个词，并且如果病人问你关于巧克力相关的问题，你也千万不要回答，就当做没听见就好。总之要忽略这个词，不然就会出很大的风险。我听得云里雾里，具体什么情况也搞不清楚，但我来这也就是为了赚钱，再怎么煎熬也只有5天，应该很快就能过去，于是我就答应下来。走进屋里后，我就感觉到另类的恐惧。这个房子从外面看很普通，然而从大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就发现不对劲了。大门的里面是用钢条封起来的，并且房间的地板和墙面上都贴满了厚厚的海绵，整个房间就是被海绵包裹了起来。我的随身物品也是锁在了一种铁皮柜子里面，并且柜子是被焊接在了地上。随后胖女人说，如果你需要任何东西的话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帮你从柜子里拿。一瞬间我整个人傻了，我从没见过哪个病房是这种样式的，心里也一阵犯嘀咕。随后我就跟他往里走着。房子的布局很简单，但凡经过的地方都是就海绵包裹着，一个家具都没有。当我走到客厅的时候，客厅里还有和我一样的其他的3个护工，除此之外的是一个类似钢制的餐桌，并且餐桌的桌腿都是用很多的螺丝固定在了地上，包括周围的凳子也是一样。桌子对面还有一个电视，电视是镶嵌在墙里面的。就在我疑惑间，那胖女人突然打个噤声的手势，并示意我看向后侧方的门，那里是一间卧室，里面住着的就是我们这次的护理对象。一定要记住我交代给你的话，胖女人小声地叮嘱一句。没过一会儿，从卧室里走出来了一个瘦小的女人，没有穿鞋，除了脸色略微苍白，她看上去和常人别无二致。但我能明显地感觉到，我身边的其他护理工有些不自在了。我也学着其他人的样子，微笑着冲着她。女人并没有说话，就站在门口看着我们。于是其他几个就散开了。
坐在客厅里的各个角落。我也没办法，便也找个角落坐了下来。一时间房间内寂静无声。这个病人没一会儿就进了屋子，再也没出来过。就这样过了2天，我们这些人无聊了就躺在地上睡觉，起来就在屋子里走动一下，可以说是十分轻松了。只是不管是什么情况下，我们必须保证2个人是清醒的，而且这里的厨房也是被铁栅栏锁起来的，每次吃饭的时间都有专人送餐过来，再由胖女人拿到房间里面，并且吃饭时也不能用任何工具，只能用手抓着吃。直到这天，这个病人突然开始主动的和我们说话，都是正常的交流，但我能感觉得出来，其他人都是在尽可能的避免同这个病人说话。同时，我还发现病人经常会来问他们关于巧克力的问题。你见到我的巧克力了吗？你喜不喜欢吃巧克力呀？但是每当这个病人提及关于巧克力的问题，其余的人就表现得像没听见一样。由于我是新的护理，病人跟我并不是很熟，所以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找我说话，直到他再次进了屋子，我们又开始变得无所事事，打了个哈欠，我就想着靠在角落里眯一会儿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突然被人摇醒，朦胧之中听到一个声音在问我：你见到我的巧克力了吗？那时的我并不清醒，便迷迷糊糊地回应了一句：什么巧克力啊？此言一出，其余的人瞬间如临大敌，而我也骤然清醒，绝对不可以回答他关于巧克力的任何问题。我突然想起了女人的警告，可一切都晚了。我看到那女人跪在我身边喃喃自语：我的巧克力，为什么要讲我的巧克力？我只是想吃巧克力。我也明显能感觉不对劲了，因为他自言自语的语速越来越快了，语调也越来越沉重，就好像面前这个人被上身了一样。慢慢的从姿态到语调跟之前完全截然不同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就看见其余的几人一瞬间冲到他旁边，把他控制了起来。胖女人也示意自己去拿镇定剂，我真的是愣在了原地。但下一秒我逐渐明白大家为什么会这么紧张，眼前的女人逐渐变得狂躁了起来，嘴里的嘶吼声音就像是动物的吼叫，明显能感觉到旁边的人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都在试图控制住这个瘦小的女人。就在这时，挣扎中的女人抬头便看向了我，这一瞬间让我毛骨悚然，因为她脸上的表情已经彻底扭曲了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这时的她仿佛变了一个人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她掐着其中一人的脖子，将他整个人甩了出去，剩下2个人根本就控制不住她。女人似乎还想掀起固定在地上的桌子，我虽然很害怕，但此时也不得不出手了，于是硬着头皮冲上去。当我真的接触到女人的皮肤时，我明显的感觉到她的皮肤烫得吓人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原来这是个要命的差事。直到胖女人将镇定剂打入她的体内，我们才松了口气，幸好周围都是海绵，那个被扔出去的同伴才没有受伤，不然我恐怕会更加的自责。在她昏睡的这段时间里，护工们看到我似乎还没从惊慌中走出来，这才叹了口气，为我讲述了女人的故事。她的家庭原本是一家4口，弟弟总会不由分说地抢夺他喜欢的东西，但是父母也总是会袒护弟弟，反而转头就指责他。看着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地被抢走，看着弟弟每一次得逞之后的笑容，女孩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。直到有一天，愤怒的她在一次巧克力争抢中失手将弟弟推下楼梯，导致他意外身亡。这场意外给当年幼小的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，弟弟死前的模样更是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。他也一直在父母的指责和内心的愧疚中慢慢长大，种种复杂的情愫导致他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。他只要一听到巧克力就会变得很狂躁，而被他分裂出的人格就是他那生前的弟弟。但好在他发病的时间比较固定，所以每年在弟弟去世前后的时间，他都会把自己关起来找专人看护。为了在发病期间不伤害任何人，他特地嘱咐了把家里全部重新整修了一遍。听完整个故事，我心里不免有一丝酸楚。眼前的这个女孩有着如此悲惨的遭遇，也许她并不是在发疯，她只是因为自责，所以想用另一种方式尝试着让弟弟活下去。5天后，我也顺利完成了任务。临走的时候，女人还站在门口目送着我们，看着她瘦小的身影，不免也会让人心疼。希望她能早日康复。这是一段我在加州留学时候的经历。那天我和男友一拍即合，准备去山上露营。我们到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升起篝火后，我们就坐在帐篷外边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吃着披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注意到男友身后的荒草丛中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因为附近的草比较高，映着月光看去，就像是一张笑着的脸隐在那边。因为我本身有点近视，又想到附近这么荒凉，也不太可能会有人，怕破坏了气氛，索性就没跟男友说，继续喝着酒，和男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，但眼睛还是会时不时瞥向那个位置。10几分钟过去了，那个东西一动没动，我心想着可能是挂了个气球或者什么的，所以干脆就没太放在心上了。不久，我们就一起钻进帐篷休息，
聊了会儿天后就决定要睡觉了。我也习惯性的和男友说了晚安，男友还半坐着身子在那整理帐篷的边角，没来得及回话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也回了一句 Good night。我确定我没有听错，那个声音就在我旁边，是从帐篷外传进来的。我吓得一个机灵，眼睛看向了男友，男友也愣在原地，脸色苍白的看着我，随后就用口语示意我，那意思是你听见了吗？我也惊恐的马上点头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心砰砰直跳。我突然反应了过来，刚才在外面绝对不是近视眼看花了，而是在黑暗中一直有个人在盯着我们。我一把就拉住了要出去的男友，眼神示意说别出去。直觉告诉我，外面那个人肯定不正常，我怕男友受到伤害。我俩谁也没说话，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帐篷里边，支着耳朵听外边的动静。外边除了呼呼的风声，就再也没有其他动静了。坐了10几分钟之后，男友终于熬不住了，大叫了一声说谁呀，然后猛地起身出去了。我也紧随其后，发现外边空空荡荡，就不知道那个人是走了还是继续又躲在了草丛里边。男友拉着我说这个地方不能待了。随后我俩带上手机和重要的东西，连帐篷啥的都不敢收了，直接就上了车。男友开车的时候还紧张地跟我确定是不是真的听到了那个声音。我忍不住透过后视镜望了过去，黑暗中那个人就站在车后不远的地方盯着我们。快报警，床下有个人！一阵细微的声音从耳边传来，我不耐烦地睁开了眼睛。自我怀孕之后，总感觉自己有些神经衰弱了。看了眼时间，凌晨3点05分，我悠悠叹了口气，随后便想着去上个卫生间，可接下来的事却让我不寒而栗。上完厕所后，我刚准备回到卧室继续睡觉，却发现厕所的窗帘竟然没有拉上。也不知道老公装修怎么想的，非要给厕所装个透明玻璃。就在我刚准备拉上窗帘时，我突然注意到床下似乎有一团黑影。我慢慢透过窗帘再次望了过去，瞬间如坠冰窖。我肯定没有看错，那是一个人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冷汗顺着额头滴落下来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此时的老公还躺在床上睡觉，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危险。我不确定床下的人有没有注意到我发现了他。如果我走出去，那他会不会直接对我们俩下手？不行，我得报警。我翻找着手机，坏了，手机在床头。我的身体抑制不住的发抖，必须要想办法把老公也喊到卫生间。我长呼一口气，做好了心理建设。老公，我肚子疼，我可能要生了。我颤抖着声音，大声呼喊着在床上熟睡的老公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看到老公匆忙地跑了进来，我立马抢过他的手机。快报警，床下有个人。他看到我特别惊恐的眼神，也就愣了片刻的功夫，便硬着头皮陪着我演戏。我这就找救护车，你再忍忍。我装作肚子很痛的样子，几分钟犹如过了几个世纪般难熬。门外传出悉悉索索的声音，我大着胆子偷偷瞄了一眼，半张人脸赫然出现在玻璃窗上，我只能用尖叫掩饰着内心的恐惧，直到听见了门外咔嚓一声。走了吗？我俩没敢直接出去，又等了一会儿，确定外面没有任何动静之后，老公拿着厕所的拖把，这才缓慢地打开了门。警察很快来了，我们调出了监控，这才发现原来在凌晨3点左右的时候，他就进了我们屋子，时间距离我醒前后也就不到5分钟。然而更让我心惊的是，他手上还拿着一把刀。那可怕的声音又开始了。我不怕，我不怕。已经记不清我躲在衣柜里多久了。爸爸离开前把我放在衣柜里，他说千万不可以打开柜门，否则可怕的怪物就会找到我。可是我好饿啊，喉咙也像是被火烤过一样，眼泪也不争气地流下来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颤抖着手想去推开柜门，突然一阵可怕的声音传来，我吓得立马缩回了手，畏缩在角落里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要把我吞噬掉。时间1分1秒地流逝着，外面的惨叫声似乎变少了。是怪物离开了吗？肚子又开始咕咕乱叫，我鼓起勇气再次推开了衣柜的门。外面的空气很浑浊，让我恶心的想吐。屋子里黑漆漆的。现在是晚上吗？我想要打开灯，可是按了几次开关，灯也没有亮。与此同时，有几缕阳光透过缝隙打在地面上，我这才发现窗户上横七竖八的砸了很多木板。爸爸把窗户封住了，一定是害怕怪物从窗户跑进来。这群可恶的怪物！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，翻来翻去却找不到一点吃的，水龙头更是一滴水没有。我太渴了，只能喝点花盆中积下的水，想吃花叶充饥，却怎么都嚼不烂。我有气无力地坐在沙发上，外面奇怪的声音依旧响着，
忽远忽近，我好奇地趴在阳台的缝隙里向外张望，天都是雾蒙蒙的，什么都看不清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了激烈的敲门声，是怪物！我吓得转头就跑，然后钻进床底下瑟瑟发抖。敲门声不绝于耳，多亏爸爸加固了门板，怪物终是没能闯进来。而我也被吓得尿了裤子，爸爸依旧没有回来，我的等待遥遥无期。马桶上水汽的水已经快被我喝光了，尽管它有股铁锈味，却也让我活着。大概是喝生水的缘故，我的肚子很疼。如果换作从前，爸爸一定会带我去医院，可现在我连门都出不去。我很想念爸爸温暖的怀抱和外面新鲜的空气。走廊里再次传来类似畜生的吼叫，我吓得汗毛都立了起来，直接钻到了床底下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许久，那吼叫终于消失了，接着是撕心裂肺的哭声，绝望的呐喊，火锅里被砸碎的声音。我想我快要死掉了，因为我的视线开始模糊。我不能死在家里，我要去找爸爸。深夜，我被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惊醒，我恐惧地畏缩在床上，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我清楚地记得睡前已经将店里门窗锁好了，那屋外的到底是谁？我下意识地想要开灯，可当我的手触碰到开关时，突然反应过来，如果外面的人知道我住在店里，会不会闯进屋子里对我下手？与此同时，一束光从窗外映了进来，我瞬间屏住呼吸，死死捂住嘴巴，整个人不停地瑟瑟发抖。好在没过一会儿，那束光就消失了。我小心翼翼地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，却发现手机已经黑屏，这才想到昨晚回来的太晚，忘记给手机充电了。悲催的是，充电器放在了外面的收银台上，我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，该怎么办才好？大厅里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，还伴随着细细碎碎翻东西的声音，声音一点一点地敲打在我的心上。我鼓起勇气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因为害怕外面的人听到动静，连拖鞋也没敢穿，小心翼翼地掀开玻璃窗的帘子，观察着外面的情况。漆黑的大厅，一个身影正站在收银台前翻找着，嘴里一直在嘟嘟囔囔，可能是收银台里的零钱比较少。他愤怒地用力关上抽屉，吓得我一个哆嗦。猛然间，我突然想起卧室的房门没有反锁，我咬紧嘴唇，悄悄地走到了门口，小心翼翼地扭动着门锁，没想到还是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动。糟了！下一秒，哒哒的脚步声再次响起，而且越来越近，他朝卧室走来了。我的心跳再次加快，恐惧和紧张的感觉让我几乎窒息。突然，门把手被他来回拧了2下，多亏我反锁了门，他并没有拧开。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砸在我的心上，我用力捂住胸口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接连不断的声响起，我的魂都差点吓没了。巨大的响动让我毛骨悚然，甚至能感觉到门板的碎屑落在脸上。我以为他下一秒就破开门，声音却戛然而止。短暂的手机震动声响起，似乎是他身上的。他好像迟疑了几秒，才响起了渐行渐远的脚步声。就在我准备松一口气时，脚步声竟然又返回了。只是这一次，他并没有再靠近卧室。门外响起，没几分钟便没了声响。一阵漫长的等待，我悄悄掀开了帘子往外望去，在确认他确实离开之后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警察赶到时，我依旧没有从恐惧中走出来，说话依旧哆哆嗦嗦。看到店里被砸了一团乱，我泪流满面。警察同志，会不会弄错了？我平时对他很好的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他是这一带的拾荒者，我记得他第一次来我店里要吃的时，不停地哀求我，我见他可怜，就给他煮了一碗面。那时的他冲我连连道谢。此后的日子里，他总是来店里讨要食物，我也从来没让他跑空过。渐渐的，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落脚点，每天都来吃饭，而且还自来熟的把店里的废品据为己有。他的做法让我心里很不舒服，可是考虑到他身世可怜，就默认了他的行为。前天因为家里突发急事，着急关店门的我便把他拒之门外，但我也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让他怀恨在心。请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，他真的会在关键的时刻救你一命。那天刚聚会完，已经12点多，我搀着喝多的闺蜜正准备送她回家，走到楼下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她竟然忘了带门禁卡。正在我不知所措时，门却突然打开了，一个男人从门缝里探了出来，手上正接着电话。出于礼貌，我说了声谢谢，便搀着闺蜜继续往前走。进了电梯后，我突然发现那个男人正好站在我们身旁，他的眼光一直在上下打量着我们。闺蜜没有丝毫的防范意识，她直接伸手就想去按楼层按钮，
出于女人的第六感，我立即制止了他，拉住他的手，假装聊着天，余光却一直瞥着旁边的男人。男人见我们迟迟没有反应，他便按下了顶楼24楼的按钮，这就意味着他一定会先知道我们停在哪个楼层。此时我已经预先脑补了一些可怕的剧情。闺蜜按下了23楼，随着电梯缓缓上行，气氛也越来越压抑。到了23楼后，我的心也逐渐提到了嗓子眼。我拉着闺蜜慢慢走出电梯，可总感觉身后有一道若有若无的视线正死死盯着我们，直到电梯门关上才稍稍好些。但我并不敢放松警惕，由于是后半夜了，周围特别安静，所以楼间的任何响动我都可以清晰地听见。可是从楼上电梯打开之后，声音便戛然而止，并没有听到任何掏出钥匙开锁的声音。我突然慌了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刚刚那个男人很有可能会下来找我们？我催促着闺蜜赶紧找钥匙开门，她还迷迷糊糊地低头，一直在包里翻找着钥匙，还一头雾水的小声嘟囔着：别着急呀，东西太多了，你再找呢。此时我根本来不及跟他解释，只能尽可能催促着他赶紧开门。我用耳朵贴着靠着安全通道那一侧的墙，没想到真的印证了我的猜测。楼道间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，而且越来越近，听得我头皮发麻。他真的下来找我们了。好在闺蜜终于把钥匙掏了出来，我赶忙抢夺了钥匙，正准备开门，但人在慌乱之下，手一直在颤抖着。就在我深呼吸，好不容易把钥匙插进锁孔时，我转头看到了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幕。映着安全通道的绿光，那个男人正探出了半个脑袋，死死地盯着我们。我甚至能看见男人嘴角那抹意味深长的笑。这一幕让我几乎忘记了呼吸。我赶紧转动钥匙，推着闺蜜进了屋并关上了门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眼睛顿时湿润了。闭上眼睛，刚刚的画面依旧历历在目。闺蜜看我的状态不太对，这才凑近了我。怎么了，依依？我看着她满脸不解的样子，顿时感觉十分无奈，便把刚刚的事情与她讲了一遍。可闺蜜似乎并不相信我说的。我咬了咬牙，便凑近猫眼往外看去，一只硕大的眼睛正贴在猫眼上。我吓得倒退了2步，捂住嘴示意着闺蜜上前，她这才脸色煞白，毫无醉意。我颤抖着手报了警，直到警方赶到把她揪住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后来才知道，她其实是这栋楼10楼的业主。那天看到我们2个姑娘，其中一个还喝多了，便见色起意。如果我没送闺蜜回家的话，闺蜜会遭遇什么便不得而知了。所以朋友们，自己一个人住真的不要太晚归家，如果偶尔晚归，也尽量保持清醒警惕的状态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如果有人拿了你老公的电话，说他已经死了，随后又打来了视频电话，你会接吗？那晚我肚子隐隐作痛，到卫生间才发现自己到日子了，但家里没有多余的存货，我便让门外在打游戏的男友帮我去买卫生巾。他应了一声便直接出门了，可是等了很久他都没回来，看了眼时间，已经是半夜了。我不免有些担心，便给他发了个消息过去。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男友很快便回复：你在哪？看到消息的内容我有些困惑，因为这根本不像是男友的语气。你是？他手机在我这儿呢。你是住在马几小区吗？能说下具体位置吗？我这就给你送过来。看着消息内容，想到男友确实丢三落四，估计是把手机弄丢了。为了确定事情的真实性，我给男友备用机打了电话，可打过去发现一直没人接，但我还是担心对方是坏人，便警惕地给他回复了消息。他现在我联系不上，稍微晚点我再与您联系。不用了。面对这3个字，我有些疑惑，难道对方生气了吗？他再也用不上手机了？什么鬼？这句话让我有些慌神，接着对方的一句话让我突然手脚冰凉，脸色骤变。他已经死了。我还来不及深想，对方直接就给我发来了视频电话。我彻底慌了神，手指开始不停颤抖，却始终不敢按接听键。对方的一系列举动都透露着反常。视频电话再次打来时，我直接挂断。对方见我不接视频，就拼命地给我打电话。此刻我忐忑不安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不敢再往下想了，只能不停地联系男友的另一部手机，祈祷着他能平安。就在我绝望的快要流下眼泪时，另一部手机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：我到了。我脑子突然嗡的一下，是谁到了？是男友到了家门口，还是电话那头的人找到了我？我缓了一会儿，出于担心，我还是决定去门口看一眼。我小心翼翼地踢掉了鞋子，光着脚挪到了门口，随后朝着猫眼望去，可昏暗的走廊外面却一个人都没有。突然，半张脸从旁侧伸了过来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的冷汗唰地冒了出来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直接跌倒在地上。我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不停地往屋子里挪。怎么不开门？我到家门口了。此刻我的手冰凉冰凉的，基本确定门口的人就是给我发消息的人。想到这里，我更加恐惧，紧紧咬住嘴唇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外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我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婷婷，开门，是我。竟然是男友的声音。我挣扎着从地上坐起来，冲向门口，可当我碰到门把手时，我又犹豫了。这不会又是坏人的诡计吧？我猛地把手抽出来，
壮着胆子看向猫眼儿。当我看清男友的脸后，激动的差点跳起来。我赶紧打开门，警惕的四下瞧瞧，然后快速将他拉进屋子，果断反锁了门。你怎么了？男友一脸不解。我用力搂住男友的脖子，带着哭腔讲述了刚才发生的惊险一幕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机丢了。怪不得一直有人在给我的手机打电话呢，接了电话又不说话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后来干脆把手机给静音了。刚才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鬼鬼祟祟的在门口徘徊，看到我从电梯里面出来，就神色慌张的离开了。经过我俩的分析，男友因为怕麻烦，所以他的手机密码一直设置的4个0，这才让那个坏人直接破解了。至于手机是被偷的还是丢了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随后我们商量着说，如果这个人再打电话或者发消息来就报警。可是等了许久，那边与我们再也没有了联系。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们干脆在隔天补了一张卡。丢的手机也是老款的，正好换一台新的，也没必要再去找了。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，可几天后，小区业主群里的一条通知再次让我们紧张了起来。大致的意思就是提醒女性业主夜间出行注意人身安全，因为最近有不少女性业主反映自己被陌生男人尾随的情况，有的家里门把锁被拧，还有的是被人狂按密码锁。随后小区群里又描述了那个人的体貌特征。读完这些内容后，我的手心儿全是汗。男友若有所思地告诉我，那晚看到的应该就是他。难道从那晚开始，他就一直徘徊在小区里，对女性伺机下手？这样想着，我的鸡皮疙瘩又冒了出来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就匆忙搬了家，后来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了。所以大家也一定要留个心眼，我们的手机密码不要设得太简单，不要给坏人有任何可乘之机。我感觉当时差点就没命了。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我点了一份外卖，那天我和往常一样，在总吃的那家外卖店下了单，随后便窝在沙发上，一边刷着手机，一边等着外卖。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，门外便响起了敲门声。外卖。因为实在太饿了，我迫不及待地起身去开门，把门缓缓打开了一条缝，透过门缝看到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外卖员，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然后就赶紧挪开。那一瞬间让人感觉挺不舒服的。您好，您的外卖。他透过门缝把餐递了过来，我小声地说了句谢谢后便接过了外卖，随手就关上了门。在检查完外卖小票和封口贴后，便开始聚精会神地拆着包装。然而就在这会儿，敲门声又突然响了起来，因为没啥心理准备，就被吓得一个机灵。随后我不悦地大声喊道：谁呀？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有一瓶赠送的饮料忘记给你了。听到还是刚才那个外卖员的声音，我也微微松了口气。来了。门再次被我打开了一条缝，接过了饮料。然而就在我接过的瞬间，手上传来的感觉让我明显意识到重量的异常。我又仔细看下了瓶口，明显是已经被人开过的痕迹。我顿时起了警觉之心，第一时间我就想赶紧把门关上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股强劲的力道从手上传来，我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，一个人影也瞬间闪了出来。我惊慌的如同冷水浇身，本能的大喊起来：你干嘛？别过来！我大声的呵斥着，想借此把他吓走，可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，依旧蛮横的想冲进屋子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大声的冲着楼道外喊着，希望能引起周围邻居的注意，泪水溢满了眼眶。此时的我害怕极了，由于力量的悬殊，我眼睁睁看着他闯了进来，随后又看到他从身后掏出了一把刀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慢慢往后退着。你想干什么？要钱还是什么？我颤抖着冲他大喊。一阵轻笑声传来，面前的门正在缓缓关上，我瞬间如坠冰窖，门如果被彻底关上，我就死定了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你在干什么？一道声音从门口传出，顺着视线望去，竟然是隔壁的邻居大哥，泪水早已经溢满了脸。听到这声音，他似乎也慌了，顿时冲出了屋子，仓皇逃走。后来在邻居的协助下，我们报了警。警察很快根据我们提供的信息把他逮住了，但这件事让我至今心有余悸，所以不要随意给陌生人开门，一定要记住，不管是外卖还是快递，确定待他离开后再去拿取。你是住在12楼吧？我上来找你玩一会儿可以吗？半夜，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把我吵醒。当我看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浑身都冒出了冷汗。我跳下床，赤脚冲到了大门口，再三确认已经反锁的大门，忐忑不安地掏出手机回了消息。你是谁？然而正在我准备伸手去开灯的时候，一条消息再次发了过来。我那天看见你了，见面你不就认识了？你一个人在家吗？看到这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，开灯的手直接停在了半空，心里像打鼓似的咚咚直跳，脑子也快速检索着我认识的朋友。没有谁会大晚上这么无聊的跟我开玩笑。我抑制住内心的恐惧，回复了消息。你是谁？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？我死死盯着屏幕，在寂静的黑暗里，仿佛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可不可以上来嘛？我就在楼下，冷得很。看到他无赖似的口气，我再次确认了下紧锁的大门，心里的恐惧也消散了不少。厌恶至极的回复：请能远滚哪儿，谢谢。而他接下来的回复还是让我心生胆寒：半夜绝对偷偷进你屋，
12楼左边那个门，谢谢。现在可以100%确认我被人恶意盯上了。用不用现在就报警把你带走？当我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，想着他如果再有骚扰的意图，我就直接报警了。可是过了很久都没有再收到任何短信，他应该是听到我要报警后知难而退了。我顿时松了口气，但这件事依旧让我久久无法入眠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正在我迷迷糊糊间，我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响动，顿时清醒了过来，真的有人在开我家的门。我浑身颤抖，满是突然起来的寒劲。为了确认我没有听错，我赶忙打开了门口的可视门铃。只见可视门铃下，一个戴着黑色帽子的男人正低头，好像在撬我家的门锁。我脑子闪过各种应对的方法，安全起见，也为了不和他正面冲突，我起身赶忙锁住了卧室的门，身体死死抵在门上，以最快的速度打电话报了警，并且联系了小区的保安。得亏当时住进来前，我特地留了保安的电话，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。看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我一直微微喘着粗气来平复自己内心的恐惧，仔细的听着门外的动静，祈祷着警察和保安能够尽快到来。突然咔嚓一声，门被打开了，我顿时汗毛直立，手死死地握住了门把手。你干什么？一道粗犷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随即便是一阵喧嚣，直到听到外面有人说：“李小姐，你出来吧，现在已经安全了。”这熟悉的声音正是小区的保安王哥。我悄悄打开一条门缝，看着门外站着几名保安以及被按在墙上的歹徒时，我才终于松了口气，眼眶突然的湿润了。直到后来警察来了把歹徒抓走后，我才知道原来是我在去楼下扔垃圾的时候被他盯上了，里面快递和外卖盒子上的联系电话和地址暴露了我的信息，这才让他有机可乘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有警惕之心，不要觉得无所谓便随手暴露了自己的信息。你真的有仔细看过自己的照片吗？奇怪了，我发现最近对面总有一个人往我家里望，还时不时冲我这边招手，他不会是变态吧？因为加班太晚，我刚回到家就收到了闺蜜的消息，她这个人一直大大咧咧的，我真担心她会出什么事。我立马甩了个视频过去，看到闺蜜嬉皮笑脸的表情，我顿时没了好气。你没开玩笑吧？到底咋回事啊？她看到我的表情很严肃，顿时也收敛了起来，随后便仔细与我说了一遍经过。这几天她每次准备拉窗帘的时候，都会看到对面阳台上站着一个奇怪的男人，而今天那个男人甚至还朝她挥了挥手，嘴里似乎还在嘀咕着什么。但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，是确实有点奇怪。那个人还在那吗？应该吧，我给你看一眼啊。顺着镜头的翻转，画面最终锁定在了闺蜜所说的阳台，可阳台上并没有人。哎，他不在那儿。我皱了皱眉，安慰着她可能确实是想多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闺蜜家的门突然被敲响了。敲门的声音很响，听得心里直发毛。闺蜜显然也被吓到了，脸色铁青的愣在了原地。有人吗？我是住你对面楼的，有事情找你。一个沙哑的声音透着门缝传了进来，我的心也被揪了起来，赶忙提醒闺蜜千万不要开门。听到我的话，闺蜜好像也缓了回来，壮着胆子对门外喊：“别敲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”听到闺蜜的话，门口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没过一会儿便响起了脚步声。她应该被吓走了吧？闺蜜小声的跟我说：“真是什么人都有，你晚上别出门啊！再有人敲门你就直接报警。”看着闺蜜似乎还心有余悸，我又陪她多聊了会儿，才挂断了电话。但不懂为什么，我隐约还是觉得不安。隔天晚上，闺蜜发来了一张自拍照。叶子，你给我买的耳钉到了，你看好看吗？我顺手点开了照片，是她站在客厅对着自己拍的。这款是真不错，果然我的眼光好。刚回复完她，我鬼使神差的又打开了她发来的照片，想再仔细放大看一下。可这一看，我顿时汗毛直立，因为就在她耳朵后面的窗帘边缘，赫然露出了半张脸，那轮廓明显是一个男人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心如擂鼓，不停地想着接下来应该怎么办。我并不敢直接打电话给闺蜜，因为我怕告诉她，她一个女生必定会惊慌，万一被屋里的男人察觉到了，跑都来不及。想了想，我发了个消息给她：“我刚好路过你的小区门口，东西有点多，你下来接我一下。”我捏紧手机，相信自己这样说，她一定会立刻出门。果不其然，哇，你等等，我现在就下楼。闺蜜兴奋的语音发了过来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紧接着我就打了报警电话。在说明情况之后，我便赶紧往她那边赶去。上了车，我又给闺蜜拨了个视频电话，看到她视频的背景已经在楼下，我刚想松口气，却发现她后面有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从楼洞里快速走了出来，想说出口的话顿时卡在了嗓子眼。你走快点，先去门卫，我马上就到了。
一直等到她走到门卫处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，把刚才的事跟她讲了一遍。只见闺蜜的脸肉眼可见的发白，吓得浑身发抖。直到警察来了以后，调取了相关的监控，才发现那个男人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进了小区里，一直没有出来过。后与周围邻居了解情况，原来对面楼的大哥一早就发现窗帘后的异常，但又不确定，所以才上门想来跟闺蜜确认。直到警察抓到了那个男的，才知道他竟然早几天前就从闺蜜晚上忘锁的窗户上翻了进来，甚至病态似的和闺蜜同住一个屋子里。所以独居的女孩，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睡觉之前一定要检查好门窗。